嘿嘿，师祖，刚才是不是你救了我？可有受伤？没有没有，幸亏有师祖你在，及时把我变成了水獭，不然我就被施家的人发现，难以脱身了。今日之事有些古怪，恐怕是有人暴露了你的行踪。嗯。 方才是谁与你一起出门的？我自己出门的。若琳跟我一块儿去的。你真是愈发放肆了，竟敢对我撒谎！ 我怕我说了你怀疑若琳嘛。她毕竟是阴之宫公主，很有可能串通施家。不会的，若琳一定不会出卖我的，我相信她。再说这不也没多大事儿嘛，而且都化险为夷了呀。没多大事儿。你的命是我救的，你的血是我给的。你若遇险受伤，浪费的是我的血。说到底，嫌我浪费你的血了呗？ 就知道吓唬我。对了，你不是爱说谎吗？看你如今还如何骗人！司马教，你把真言之士给我关了！公子，那我的贤哥……祖宗，给点反应啊！我会查明他们的下落的。多谢公子，谢过公子，多谢公子恢复我自由之身。公子定是知晓了我们的苦痛，这才放我们离开的。我将今日视作自己重生之日，特地梳洗一番，迎接这一刻。太好了。 就是你这身粉色显得你有点黑，哪怕我捧个哏都会讲出真心话，完全不给我活路。你真无礼，还轮不到你来评论我的穿着。抱歉，抱歉。师祖，你能不能赶紧把这真言之事给我解了？就算赤焰城的人法力低微，看不到我额前的法阵，但是我这样一直持续口出狂言下去，他们也会觉得奇怪的，说不定那天就把我群殴一顿，你知道吗？ 都说了是惩罚了，若有人愿代我之劳，揍你一顿，也不失为一件妙事啊。你这什么小学鸡行为啊！看来你对我的此举很满意，竟夸我为小学鸡。小学鸡才不是什么夸赞，说的是你幼稚、无聊、无理取闹。廖廷言，你快住嘴吧！既然如此，你不妨继续骂下去。 不敢了，不敢了，这不是您想听真话的吗？您看您给我解了，我再多奉承的话，我都说给您听。哎，虚伪的奉承多无聊，我偏不爱听。奴婢见过公子。那，公子，奴婢能不能留下来？奴婢无依无靠，愿留在严府日夜侍奉公子。不必，我不习惯有人陪着我。你说对吗？ 我看你挺习惯的呀，昨天晚上不是抱着我睡觉吗？原来公子遣走我们，是因为这位姑娘。没错，我就只愿意留她一人陪我。开不开心？开心谈不上，倒是很惊喜。这什么走向啊？剧本里没写啊。我看你是心花怒放吧，都开始胡言乱语了。 姑娘，是这样的，我呢其实是一个水獭，他呢也不是真的严公子，我。他的意思是，
我不愿再做着严家的公子了。我要按照我自己的想法活着。我明白，我明白，奴婢将会一生祝福公子和姑娘。看到没有？再不给我解开，小心遭到反噬，毁了你的千秋大计。我不知道什么千秋大计，我只知有人骂我为小学鸡。真言之事，再延期5日。你是不是在心里咒骂我呀？是。那就再加5日。公子今天不知道要搞什么，先是解散妾室，又叫全府上下清点老爷的家产，怪吓人的。哎，姑娘，我听出府的姨娘说，公子很是喜欢你啊。大家都是做下人的，能否帮哥在公子面前美言几句？让我当个管事啥的，以后有用得上的地方，哥也帮你。谢谢啊，这位哥，看你这模样，能当我叔了吧？我才20出头。啊，对不起啊，我看你这发际线后移，以为你50多了。对不起啊，我这嘴着实不听话。看在公子的面子上，我不跟你计较，真不识好歹。姑娘，嗓子坏了，估计是太累了。你注意休息，我先去忙了。大家能不能别跟我说话了？这短短1天，尽得罪人了。让下。轻点啊！哎，师祖，哎，你这是何意啊？啊，效果不错啊，不就是真言之事吗？听不到不就不用回答了？有意思啊，廖廷言。不管你是夸我还是骂我，我都听不见。你身后有池塘。你不会以为自己缺德的样子特别帅吧？你诚心的是不是？你是不是想捉弄我？我方才提醒过你啊，你身后有池塘，你自己不听，我能有什么法子？你现在为了给我找乐子，真是费尽心机啊！为了捉弄我，你这个小学鸡今天也是很努力呢。若你想玩，我奉陪到底，还玩吗？不玩了，拉我起来。我们去找这府上的管家玩玩。公子，老爷的家当都在这儿了。去钱庄全取出来吧。这，你顺便告诉外面的仆从，院子里摆的那几个宝箱里的东西，大家随意挑选，然后离开严府。公子，那可都是老爷最在意的宝贝。这，是。公子这是要做什么？老爷也不知道人在何处。不行，我得马上派人把消息传出去，希望老爷收到消息，能赶紧回来。哎，这几箱既不是珠宝，也不是金银的，怎么最受欢迎啊？姑娘，这你就有所不知了。
咱这个城术法低微，而严老爷又很崇尚仙法，于是便从仙府各地搜集来了这些法器。法器？对。哎，你看这个，这是传音筒，这个呢是反弹镜，你看看，可短暂反弹对方的仙术。还有这个叫良缘木，只要把2个人的名字刻在这木头上，他们就会两情相悦。哦，我心悦花楼的花魁姑娘已久，打算把我们2个人的名字刻上去。花魁啊？那我觉得你配不上他。你太过分了！对不起啊，我也不想说出口的。你听我道歉啊，我道歉也是真心的。我不听。司马教什么时候把这真言之事给我关了？反弹镜。司马教，我们谈谈。你想谈什么？你还想让我被真言之事搞得大出洋相到什么时候？能不能烦请你帮我解开？真的对我的生活造成了很大的困扰。那你可知错了？当初为何对我说谎？我已经解释过了，我有我自己的顾虑。你为什么非要逼我说真话？我就想有点自己的空间，怎么了？一个人如果连心里话都要被人听到，那活得多累啊！我讨厌别人的虚与委蛇，以谎言相待。任何人在我面前都不能有丝毫的隐瞒。师祖，我知道你一直被谎言包围。我知道欺骗让你感觉很孤独，而我呢，我来到这个世界，这里的一切都让我感到陌生，没有人懂我的想法。其实我们都很孤独，但是我们能不能不要用这种方式来了解对方的心情？想知道一个人的真心，方法有很多。所以，不要再惩罚折磨我了，好吗？你为了好玩，就让我这么不自在啊？在你看来，我这么做是为了好玩？不然呢？为了你的大局，还是一切谋划不失败？最让人不悦的就是，你说的这些都是你的真实所想。那不然你告诉我你的真实想法。我想听实话。因为我对你珍而重之，不想让你受丝毫伤害。爱太荒漠，开出心莲。你有着
再敢用这等凡间俗物戏弄我，我就让你做一辈子水獭。司马娇那句话到底什么意思啊？还是说他对我产生了一些非分之想？不，他这种人不可能爱上别人的吧？可他那个眼神会不会也太真挚了点啊？哎，真的是烦死了。你喝醉了？不可能，我千杯不倒，才喝了1杯，怎么可能醉？你原来是人，如今是一只水獭，酒量自然不同。这些都是给自己准备的。不然呢？算了，本来也是为了庆祝我们解放了大半个严家。那师祖你也吃点吧。你在做什么？抱着睡觉呀。你不是也经常抱着我这只小水獭睡觉吗？干嘛？你害羞啊？谁害羞了？真阴之事都治不了你。啊？你给我解了吗？谢谢亲爱的师祖，我的心情终于一转晴了。心情？其实我们都很孤独，但是能不能不要用这种方法来了解对方的心情啊？脑子里像是被什么古怪之气占据了。莫非换了他说的什么恋爱脑？你们清谷天是不是只有你喜爱编文撰字啊？亲爱的又是何种形容？亲爱的是个老少咸宜的称呼，我一般用它称呼我亲近的人，也可以用它称呼最讨厌的甲方客户。想知道一个人的真心，方法有很多。那你把我当作前者，还是后者？我对你肯定不是讨厌嘛，没骗你哈，实话。实话。你不舒服吗？没有。把这个喝了，便能醒酒了。啊，我懒得自己喝。啊。来。怎么变成人形啊？你怎么看着我笑得这么开心啊？我何时看着你笑了？你看错了。走了。果然是我想多了，司马娇还是那个直男性格。师祖去哪儿啊？
杀人。杀人是你口头禅吗？师祖，别冲动啊！你来取我性命了？正是。不，师祖借一步说话。不，你做什么？哎，师祖，你要杀的人就是严公子啊。有何不妥？想必儿子的死讯是最能引他回府的事吧？咱们能不能不要这么血腥啊？折中一点，柔和一点啊！这样做，对他来说，未尝不是解脱。死怎么能是解脱呢？难道没有别的方法了吗？那你想怎么做？咱们阻止他继续当一个生育工具不就好了？不如我们促成他跟亲娘私奔，这样也相当于妨碍了严家培养凤山血脉的计划，严老爷也能回府。你想借此把严公子拉出泥潭，我劝你省省，别做白费力气的事儿。事在人为，我相信我们可以的。师祖，信我。真是不撞南墙不回头啊！总要试了才知道。那我去帮亲娘做准备啦。哎，听说了吗？严公子一口气遣散了所有妾室，还给每个妾室一大笔安置费啊！啊，还给了每个妾室一大笔安置费？确实如此啊！不，是正儿八经的和离呢。不光如此啊，严公子还把家财跟下人们分了，把下人们也都遣散了呢。真的呀？我说呢，这不乱了套了吗？这你们说这是闹的哪一出啊？这严公子怎么忽然这般乱来呀？真是，哎呀！哎，你们听说了吗？这严公子本打算和之前私会的花楼亲娘私奔，为了他抛下了严家的一切呀！还有这种事？可不是嘛！等严老爷回来，有热闹看了。对呀。你在闹什么？我在外面就听说你在家里闹得满城风雨。哼！你散尽了家财，还遣散了妾室，还要跟花楼女子私奔，如此胡来，我嘱咐你的事儿该如何进展下去啊？何事？说来听听。你居然把我嘱咐你的事儿给忘了！混账东西！都是外面那些野女人把你的心都勾野了。我告诉你啊，从现在开始不许再出去。我还要再给你娶几房妾室，多生几个孩子要紧，否则我们老严家就没有好日子过了。谁还供你锦衣玉食？那些孩子都是给谁生的？你去花楼那种地方混，把你脑子混坏了吧？从进门到现在连句爹都不叫，简直混账透顶！要我叫你声爹，恐怕你福分还没修够吧？你是谁啊？你不是我儿子。我是你祖宗。黄口小儿，竟敢羞辱于我！严环身上的火焰胎记，
是怎么回事？我们严家和司马氏同为凤山一族，严家每隔几代就会生出拥有司马氏血脉之人，背后便会有那火焰胎记。你们会拿这些人如何？这样的孩子一出现，便会被直接送往那个地方。若孩子的血脉之力稍强，便会直接留在那里，我们严家自然会得到许多好处。若血脉之力稍弱，就像我儿严环那样，还可以回到自己家里。那个地方在哪里？百凤山。在何处？不知道。会有修士前来接引，我们不能靠近，只能在外面。若我想尽快去这百凤山，有何法子？只能等待。向来都是那百凤山修士联络我们，每月月底，那百凤山修士便会到府中查看有无喜脉。若府中但有子嗣，百凤山修士会现场查验，是否为拥有凤山一族血脉的后人。若查验无误，便会直接带到百凤山。我会随同左右。不就是需要一个孩子吗？不成问题。我教你的那些东西，你都背熟了吗？我睡觉都在练呢。师祖，念九，你先将严老爷控制在府内，然后再去办一件事。委婉一点的拒绝，可以说，这不好吧？啊？你说什么？为我做事有何不好？如果对方再要求呢，你就继续婉拒，可以说我不方便。倘若是我要让你方便呢？那你就可以直截了当一些，明确拒绝他。还是不了。念九，这世间就没有你留恋的东西了吗？你给他灌了什么迷魂药？弟子知罪。弟子不过是教念九一些待人接物的话术。教他如何叛变师祖。弟子不敢。哎，你这帽子扣的。师祖，这真的不关入灵的事，是我自己缠着入灵，要跟他学做人的。我上的第一课就是入灵教我怎么学会拒绝别人，因为我想着，我也不能再像之前那样，像个家养动物，对谁都是100依100顺的吧。哼，你同他学，还不如来找我学如何做人。哎呀，师祖，我们还是别捉弄念九了。正好我要去找严公子，你帮我变回人形呗。庭烨，你完了。这只水獭就是庭烨啊。过几日，我便要随严老爷去百凤山，你替我回去，盯紧施家和八大宫的动向。倘若情况有异，随时回禀于我。是。若在此事上立功，得到司马教的信任，之后对其不管是杀还是利用，或许都能助我尽快破除仙魔屏障。师祖，我同念九一起去吧。好，有任何情况，随时向我禀报。是。严公子，你随我来吧，亲娘和你女儿都等着你呢。不，我不去，我不能害了他们。他们母女离我远远的，才是最好的选择。你振作一点，我们已经听你爹说了白凤山的事儿。我家公子很厉害的，他一定能解决百凤山的事儿，让你们再无后顾之忧。现在我们已经把路给你铺好了，
以后你可以随心生活了。经历过这样的事，还能随心自在吗？这凤山一族的血脉，总有一天还会将我拉入这悲剧之中。他说的没错。